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到呢，在波音啊，现在说，又出包了，因为新航哦，他们的事故呢，又是这架777的这个客机哦，就说它可能呢有出现一些致命的缺陷，包含说喷射机的电路缺陷啊，所以才会导致说机翼的油箱着火爆炸。而且这一架飞机啊，其实整个数量呢逼近有300架。好，那马上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我们看到波音在美股哦，真的就大跌了，收黑在605点。那波音呢就说现在啊，真的是状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现金流比之前的还要更糟。在宣布第一季的财季呢，烧掉了将近40亿美元的1个月之后呢，又说可能全年无法实现正现金流了。目前波音估计今年的现金流是负值，股价急崩了超过7.5%。好，那除了这样子，现在又说被大陆制裁了，主要就是因为呢，说大陆的民航局对波音公司除了刚刚讲到他们机身可能有些缺陷之外呢，还说它的录音机电池啊进行审查，结果呢有可能导致说这个公司要推迟交付给中国飞机。好，那现在呢，在这个波音出了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呢中美竞争之下，好，叶伦呢他又再度的呼吁了，他怎么说呢？他就说7国应该 G7 国家应该要形成一个明确团结的阵线哦，又要面对什么？又要喊出说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他就提到说，北京如果不改变政策的话呢，便宜的中国产品会涌入，而且会冲击到各国的经济，而且还要这些国家对中国过剩的产能筑起所谓一道墙哦。那他就提到说呢，大家是要团结一致，对中国发出统一的讯息。那采取的战略面对就是一个反对之墙。另外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呢戴琪更提到说呢，这个8月起就要对中国加征关税事前嘛，那他就说这是中国偷窃美国的智慧财产。中国驻美大使馆呢就说中方政府啊，他回应说要采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捍卫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哦。还有另外是商界，当然也有人现在是反对的。我们就看到马斯克他就先跳出来了，他就说呢，其实啊这个呢扭曲市场的行为啊，是相当的不好哦。他也提到说呢，反对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我们先来听一下。Neither Tesla nor I asked for these tariffs. In fact, I was surprised when they were announced. Tesla competes quite well in the market in China with no tariffs and no differential support. In general, I'm in favor of no tariffs. I think generally things that inhibit freedom of exchange or distort the market are not good. They're bad. 当然，主要呢也是因为说呢，其实对中国来讲，他们当然不想要只是成为被课税的一方嘛，所以呢，他们将大排量这个汽车的进口关税呢，也会从15%提高到25%。这未来对欧洲的一些汽车来讲也是隐忧，甚至葡萄酒啊、乳制品啊这些都可能也要提高关税了。所以这个中西贸易战的角力还在持续哦。那除了我们刚刚看到呢，商界有人出来反对啊，马来西亚的总理也提到说，他也希望美国可以尊重所谓的市场竞争，避免过分保守。好，新华社就有分析到说，在亚洲未来这国际论坛当中呢，他就提到说，这个主题要是讨论动荡世界的亚洲领导力所以也是放在这个重点上了。那纽约时报呢也反对说关税本来就不是美国最好的武器啊。他是怎么分析的呢？他说这是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正在退去，至少在美国他们认为是这样子的，因为连续2任总统啊都坚定支持关税，而不是所谓的贸易协定甚至把关税作为是管理国际贸易的一个首选机制他们就提出了他们的担忧了。好，亮哥怎么看说现在当然波音自己的问题之外呢，我们看到连商界人士也反对所谓这样的关税的制定。我觉得拜登政府有关这个贸易的逻辑基本上已经破产了啦。他是怎么当选的？他是反对川普的贸易战叶伦当初跟贺锦丽、拜登都是反对用关税来当武器的那现在讲的逻辑都相反而且实质上
他现在在劝的欧洲的国家，欧洲的国家基本上已经让美国有关自导式的电动车的部分，就基本上已经不可能成功了吧？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做了，比如说德国4大汽车公司已经去中国合资了。事实上现在回销到欧洲，很多电动车是挂德国的品牌，那你要叫德国怎么去征税？那也是 Made in China。那另外就是匈牙利，因为中国大陆刚去访匈牙利，已经在匈牙利投资了宁德时代，不止宁德时代啦，就是电动车的电池，大概大部分的厂都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又要加上汽车零组件啊，所以基本上中国的电动车在欧洲生产也开始启动了啊，而且可能不会只有匈牙利，也可能还会在欧洲的其他的国家啊，所以基本上是你美国自己不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对，来共享利益嘛。比如说你可以合资啊，或者是要求人家去你的国内设厂，这个就是市场是竞争的逻辑嘛。以前美国就是这样对丰田啊，所以日本的丰田现在在日本就生产相当大的比重嘛。那你美国现在为什么不玩这一招？那反而是用政治上说我不能够让你进来。那我希望全球都来征那个更高的关税，这个根本全世界不可能有人来接受你这种逻辑嘛，因为自由贸易从二战以来已经那么久了，没有人像你这样搞的啦，所以我认为他至少这个议题要领导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困难了啊，而且美国还不只是对电动车啊，他列出了一大堆嘛，比如说太阳能的产品50%。半导体50%之类的啊，那本来那个科技产品是没有税的，他现在还给你搞50%啊，那太阳能产品你不是要推绿能吗？那搞到全世界的绿色通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政府已经完全乱了套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成功啊，也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了，完全就是在救拜登的选举啊，就拜登已经没招了。就乱打一通啊，用这样希望能够抢到一些边际的选票啊。那至于各国要不要服从他的领导啦、跟进啦，他不管的啦。反正11月投票完再说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能愚蠢的政府嘛。所以这个当然为了选举考量，来赖老师怎么看说这个所谓美国喊说要反对之强，真的有可能筑得起来吗？不容易啊！目前来讲，美国是单打独斗啊。这一次在意大利北部召开的这个 G7 的7国的财长峰会财长会议，叶伦是想要推动啊，希望其他的6个国家都能够跟他同步进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这一次日本的财长非常安静，因为日本很清楚知道说，他跟中国大陆的贸易超过他跟美国的贸易。如果这个 G7 来对中国大陆实施这个贸易战的话，日本本身以现在的经济状况，那很糟，会雪上加霜。日元现在的贬值贬成这个样，再继续往下走，它会很惨。所以日本在这一次的态度里面，反而安静到不行，没有任何声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国就是说，要一致如果没有一致，那我法国不会走的。可是前面就不一致了嘛。对，那问题就在于日本安静，然后加拿大也不太吭声，德国是反对的，而意大利正要把比亚迪引进来。那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我们估计在这一次的 G7 的财长会议中，叶伦要能够打正，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到目前为止只有欧盟冯德莱恩有在半追随的美国走，可是大陆已经先出手了。也就是说，你欧盟如果你追随美国打的话，那欧盟已经表态说，我们会跟美国一致，也方向一样，但是程度不同例如说，美国课100%的关税，我可能只课25%，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会轻一点。可是大陆已经先出手，就是说，你美日欧像石化工业就已经开始，还有包括台湾都已经出手了，就是说，那你石化工业你看着办。其实这是一种警告性的一种措施，那必要的时候再加重。但是以现阶段来讲，那大陆的战线也不想拉到欧洲，也不想拉到日本，那它基本上来讲就是对着美国打，就是现在变成是2个国家在对打。
美国想拉 G7， 再透过 G7 去拉欧盟。那法国的财长很贼的啊，就是说，那我们要欧盟要一致，可是欧盟不可能一致，那 G7 目前德国也不可能一致，所以我觉得他是要不就大家拖下水，要不那他就表示，所以他也不得罪美国，可他也不愿意真的得罪中国大陆。他讲的一些让大家感觉，哎，奇怪，你怎么也在提产能过剩？可他又说，如果没有一致的话，法国不会啊这个单打独斗，或者跟着美国这样打。我觉得在一起讲的话就有问题了。火上加油。不是因为美国现在的专利啊，在联合国的专利的数量远远输中国了，这第一个。专利的质量也输中国了。那一个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专利的申请数跟专利的被使用数跟专利创造出来的价值超过美国，你还说美国偷中国的专利？这个简直是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那你如果说中国大陆有偷窃、剽窃你的专利的话，拿出证据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现在跟未来的10大科技，中国大陆7项领先，这个指标写得很明白，包括量子通讯啊等等等等，那都是最先进的科技。中国大陆7项领先美国，而且呢领先得很高哦，3项已经快跟美国追平了。美国自己也知道。那各位观众朋友，您想，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弱成什么样子？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是完整的，在这样的一个很客观的现实下，你戴奇还要说中国大陆剽窃、偷窃美国的专利，所以他们一定要打压，这个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啊！波音积温不赶快刹车，我觉得对波音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目前我觉得波音最麻烦的地方是在于，我前段时间才搭这个777-300哦，那我一听到那个消息，坦白说，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担忧，就是说，就是影响信心嘛，消费者投资的信心。因为他们目前来讲，美国的航空署认为说你会爆炸会燃烧，然后波音也说啊，好像应该会，但是并不是马上就会，那不是马上就会是哪一天会，哪一天开始烧起来。所以他们愿意拨1000多万美元，然后但是要求各航空公司自己修。我觉得压力大。没有人要坐一个会烧起来的飞机。对，压力大。来，副司令，我们可以看这个波音777啊，因为波音777是广体客机，那这一个因为它的油容易漏油的状况之下，我们知道飞机里面呢布满了那个线路。电路啊，因为它整个操纵系啊，还有它其他的各个控制系，还有通信系都是靠电，那有电有油很麻烦，这一起火之后爆炸，因为波音777它载油量100公吨，一起飞100公吨，因为它跨洋，那飞机会那么重，300公吨的那么重的飞机，它靠什么？靠油嘛，靠速度嘛，它有没有在地面上有这个我们讲地面做支撑，它是靠空气支撑，空气支撑，那一定靠油喷它，有这个动力。是这个样，那100公吨油，那个电力系统如果稍微有点问题，有点火花，那得了，那整个爆炸了。那当然呢，在5月21号那个新加坡航空公司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它经过晴空乱流，我们晴空乱流看不出来，因为气动你是看不到的，就要突然下坠到2000公尺，6000英尺就2000公尺，当场死亡1个人，然后7个重伤，30多个人轻伤，那个是这个波音777，就是刚才赖教授所讲的通行的飞机。换句话说，我看固然有晴空乱流，有喷射气流没有错，但是飞机上它有补偿机制，能够让这个晴空乱流的影响干扰到最小，它会补偿。它那个你看那个翼面都是活动的，这活动不是人在控制，是电脑在控制，在补偿之后让它的晃动受到这个气流的干扰降到最低，这样子。它这个没有当场死掉1个人，你看它多严重啊！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方面，它的设计上是不是有一些缺陷？缺憾，那现在油又那么多，100公吨的油在上面，那换句话说，它的线路上又不安全，那这样会影响它将来的市场的销售，因为大家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会以安全为首要考量，因为开玩笑上面再满的话，400多个乘客，不能够承受有一次的，那你不能一次都不行，你这一整个的以后那个旅客都跑掉，赔都赔不完，旅客都跑掉，那没了，那这个摔1次2次，这个公司就要倒闭了，所以它对飞机的安全系数的要求的标准是非常的高，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海面或者陆上完全不一样。对，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关税，它这个贸易壁垒贸易壁垒会造成这个我们讲的变成贸易报复，
你提那么多，我也跟你增加，大家贸易报会变成这个亮哥最喜欢讲的小院高墙，就变成这样，但小院高墙变成这样，那大家都受害，因为有贸易就是说比较利益法则，我的便宜卖给你，你的便宜卖给我，我的便宜卖给你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产能过剩，你的便宜卖给我，我也没有说你产能过剩啊，是大家互通有无，把自己比较廉价的卖过去，他廉价的卖给我，我要石油你卖给我，你要这个电脑产品、资讯产品我卖给你，家电卖给是这个样子，就大家都来课税，你会课税我也会课啊，那大家变成贸易壁垒，贸易壁垒之后啊，两败俱伤。贸易战呢，经济战是没有赢家的，他伤到自己也伤，对他重伤自己也会重伤，变成这个状况。而且刚才赖教授有讲，美国是因为制造业的问题，制造业已经衰退，已经低迷了。他从以前1960年、1970年代占全世界的制造业的40%，现在只剩下他占全世界的占比只剩下17%。你看，整整一半，掉一半还不到。他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那他要怎么样去把他的制造业起死回生，在全世界的占比能够提升个2%、3%，从17%提升到20%，对美国来讲都有帮助。但是他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那光靠关税的贸易壁垒没办法解决，这只是治标，没有办法治本。而且我认为如果弄不好的话，它的经济会衰退。它现在通膨3.6哦，通膨还会再增加哦，因为关税升了。羊毛出在羊身上，通膨增加，美国的老百姓会受不了，对年底11月5号的投票的选战会有很大的影响。对，这恐怕对美国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到阿根廷总统呢，这个狂人啊，现在呢又再度做出了狂的举动哦。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呢，他因为在出访的时候不只是有拒绝会面西班牙的国王和总理，甚至还暗指说西班牙总理有贪腐的妻子就引发了两国现在的这个两国现在呢，当然是关系相当不好的时刻那么呢，西班牙随即也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把大使也召回去了。那他就提到他没有要示软他说这是荒谬而且傲慢的社会主义者做法，不断的在点燃战火。那么西班牙的外长呢，就提到说，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景象因为一国的元首竟然是到别国来侮辱他们的制度，甚至是公然的干预内政。好，那大家很担心说两国的外交现在进入到冰点的状况，会不会接下来就真的要断交了呢？好，我们看到法新社呢就分析说，其实呢米雷伊现在进行更多的侮辱，甚至是说西班牙总理有自卑感呢，要他去看心理医生。好，现在没有台阶下，该怎么办呢？可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难道是要来掩盖国内的纷争吗？因为我们看到包含是他之前砍福利劳权以及大学的经费甚至是通膨的问题无效解决方法都没有效果的同时呢，有超过10万人是上街抗议的。好，可是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他在做什么呢？阿根廷的总统他却是对着麦克风怒吼，还是他当选以来首次演出他还唱歌他唱的这个歌呢，他还说他是失落世界的国王说他要消灭对方是在体育场来亮相这也是他上任总统去年当选以来第一次在体育场做演出。可是这个时刻大家觉得太荒谬了吧？你的外交内政问题这么多，可是总统却是在台上高歌。好，我们看到他现在呢要解决通膨的问题甚至就抛出说呢，要把这个美元当作是法定的货币，甚至直言原本使用的披索将要成为博物馆的珍品，未来要消失。过去在面对通膨使用休克疗法是没有效果的，那又发行了1万披索的面额，现在也没效，现在就干脆说那我不印钞票总可以了吧？问题是问题更多了，因为阿根廷的这个政府呢，这些改革严重到冲击的民生，像是呢这个
首都的地铁票价狂飙了360%，你没看错这个数字。很多民众呢就说一天可能只能吃得了一餐。还有是阿根廷的运输公司老板呢，也说这位总统啊取消一些客运的补贴，导致价格上涨，这直接的影响到了人民。所有这些激进的经济政策啊，最后啊受害的都是人民。那为什么他会搞出这些事情呢？就是现在被发现呢，他出了一本书。在这个新书里头，原本是要讲一些经济学之道结果就被指控了，说他是偷窃，是剽窃了阿根廷的这个技术委员会成员，也就是2名智利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网站，也就是他是抄袭的。所以是不是就是这样代表他没有什么这些相关的知识，才会导致有这些政策不断的错误呢？好，那现在呢，阿根廷当然呢也有这警察，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的是想要加薪，还有发生了大罢工啊，简直这个社会啊一团乱好，相比而言都是中南美洲国家，可是巴西，我们就看到巴西呢和中国大陆一直都是还蛮友好的嘛，都是发展中的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当然也都是金砖的主要会员，两国的贸易额已经是将近有2000亿的美元了，所以是不是这个路线的选对还是相当的重要好，那南美洲呢，3国的外长也是要来访问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上个月，其实阿根廷官员也有拜访讨论这个货币的相关议题说是对债务的缓解是不是有一些压力那虽然说上次有外长访中，可是接下来下一步，习近平呢会不会因为阿根廷这些对美国示好这些动作，也是想冷落一下来，亮哥怎么看说阿根廷的这位狂人总统他一连串是不是步步错？我觉得这个你如果从历史来看，可能是阿根廷这个国家有问题了。就是以前左的时候，那比如说以前那个强人 Perón， 他就到处发社会福利的钱嘛，给穷人嘛本来阿根廷的经济是相当不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时候，他还是全世界前7名呢。那个时候是农业时代那阿根廷的牛肉是非常有名的。那结果呢？后来就是左翼上来，然后就说要照顾穷人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一位那个艾维塔他的夫人她就是穷人的皇后了就不断的花钱，然后又花钱巩固支持，然后也花钱用建立社会福利的国家，近乎就是社会主义嘛那当然就导致你就投资就减少，然后很多企业就不愿意来阿根廷。那现在倒过来，现在跑到了极端保守的这个就是完全自由化，那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做政治选择的时候，你都做出极端选择这总统蛮极端的。其实这种国家真的不多说选左的时候这么左，那选右的时候这么右那你当然就会导致你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出问题嘛。就是这巴西，我觉得鲁拉上来之后就是勤勤恳恳的务实面对自己的问题那结果这位米莱伊先生他一上台他就决定退出金砖然后他自以为美国会答应他来兑换美元，那拜登根本就不理他因为你的币值不稳定嘛我怎么可能让你盯住美元？那你随时都在变动所以我甚至他在选举的时候还说要废掉央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主张啦那所以他是抄袭问题是你为什么会那个抄袭是小事啦，因为这种疯狂人物做出抄袭那算什么？我是说你都没有搞定美国有没有同意让你盯住美元来做你的金融改革你就直接就对中国啦对巴西啦都把它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嘛那现在连西班牙他也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就流弹四射，这简直是匪夷所思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稳住哪些关系来保障它的经济发展来赖老师，接下来可能要断交了吧？西班牙也不会啦但是我觉得阿根廷的国民水平并不低，它事实上有很多的技术水平也都不低。
但是我觉得他的政治体制跟他们的国民性格我觉得造成阿根廷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窘境目前来讲，阿根廷因为退出金砖的国家组织，那我们看到金砖国家在扩容，那他反而退出来，对，所以他在这个体制内，他的贸易就出现了更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他本来想说，我退出来了以后，我就讨好美国，美国应该会欢喜，会让我跟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可是问题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它基本上来讲对他没有好处的，他不会碰的。所以他当时对阿根廷的承诺到最后都没有兑现，所以阿根廷也没办法跟美国发展出自由贸易的关系，然后也没有办法跟美国发展出这个美元之间的跟披索之间汇率的稳定的一个机制都没有。那他的南共体的情形下，巴西一看，哇，你这样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巴西跟阿根廷也保持一个距离，所以他在南共体这个南方共同市场这个部分，他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一个进展。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这个总统已经把自己陷入了很大的一个困境。后来他又回过头来想找这个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一看说，你这个国家，你这个领导人这样子颠三倒四的，然后你再回来找我，中国大陆却保持谨慎了那么跟阿根廷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他又回过头来的时候，然后就恢复了跟以前的合作关系。这样的情形，阿根廷原来从美国那边也得不到他要的，因为阿根廷不是巴西的前任总统那美国也不是以前的这个川普也比较右的，都不是。那阿根廷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困境了。这次闹的风波是在哪里呢？他到了西班牙去访问，对。可是问题就在于他是总统，结果却到西班牙去以后，不去跟西班牙的国王会见，连西班牙的首相就是掌权的也不会见，然后去见极右派，然后在极右派的演讲里面批评阿根廷西班牙的首相的夫人。而那个首相夫人的被指控是莫须有，后来法官、检察官给他清白。那是谁指控那个首相的太太呢？就是那个极右派。那个极右派在西班牙就是一天到晚在告人，我们叫做滥诉，很有名的一个组织。结果你看看这个总统干这种事，就等于是在人家地盘上撒野了，副司令。那阿根廷最重要是从1982年4月到6月的英阿福克兰群岛战争败了之后，整个后面就兵败如山倒，整个经济，他那个1982年他通货膨胀1000%，就说今年你去买个面包，菠萝面包30块你明年同样时间去买菠萝面包，变成300块钱，涨10倍，1000%呢？那怎么过活？对，而且失业率非常高，600万人失业，没人工作，变成停滞性通货膨胀。因为阿根廷找不到市场，因为大家都跟他有贸易上的抵制了。因为英阿福克兰战争，毕竟英国的这些朋友多，那一抵制之后没有市场就没有就业几率了，没有就业大家都失业又没有收入，又面对那么严重的通膨，在去年2023年。西班牙的不是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是110%，不是211啊，210啊，你210怎么办？你就是说我们通货膨胀到我们2%、3%就不得了，它就200%，210%那么高，当然受不了嘛。而且现在失业那么多，通货膨胀那么高，那他怎么样去解决？你看他自从1982年开始一路都走下坡，那到现在为止。他又要退出金砖，其实他很好，在金砖里面很好发挥，因为阿根廷有蓬巴草原，牛肉跟农产品非常的丰富，这个是可以刚好外销嘛，刚好可以利用金砖去外销这些粮食跟农产品，可以稍微挽救他的一个经济，他又没有退出来了。那我们看旁边，他的北边那个巴西比较聪明巴西跟阿根廷不一样，阿根廷是西班牙文但是巴西是葡萄牙文，巴西人口又最多，2亿1000多万人，非常多，而赌国里面一样。巴西就是咬紧中国大陆。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美中台关系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频道。520新政局，5月20到5月26下午2点到晚间10点，锁定 TVBS 56频道。
好，我们来关心哦。首先，当然呢，刚刚讲到美中台的关系哦，我们就马上来看到哦，在520之后哦，两岸啊全面呢现在互相陷入到开枪的状况了。好，我们最新呢来看到呢，是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哦，就有说呢，竟然有一个里头消息哦，是指出说中国大陆在6月初呢会入侵台湾哦。那这个消息呢，其实是一个叫做全球新闻哦，他们在 X 平台上抛出来的。那他就提到说，官方媒体称，截至目前，中国军队开始围绕整个台湾进行演习，包含金门和东营哦。那当然，现在呢，这个消息我们还没有被证实，只是说呢，如果是6月，其实时间是不是真的蛮紧凑的，已经是很近期了。那当然，这也显示的是什么呢？两岸现在硬碰硬的状况哦。我们看到解放军东部战区呢，就发新的微博上面呢提到说，每次有这个批波斩浪，就是因为有人在兴风作浪，这是暗指谁呢？是不是就是指赖清德了？因为这一次呢，整个军演哦，也说主要的目标就是惩戒台独分子哦。那里头呢，在这个演习当中呢，也释出了一段模拟的动画，强调说为锁这样子的概念哦，那包含战机啊、舰艇啊，是用海空包围的方式。尤其我们看到整个模拟动画图当中呢，在花东的地方哦，是其实距离更加的靠近。官媒呢强调说，这就是警告台独分子哦，告诉你哦，如果真的开战的话，你根本也没有地方跑，没有地方逃。好，那再来呢，来看到东部战区所释放这个3D 虚实动画当中呢，就直接点名到，他说飞弹啊，很可能会有3个落点，一个就是在台北，一个是花莲，另外一个是高雄。而 BBC 就提到说，这是大陆方面首次模拟全面的攻台哦，共军是透过向台湾东部派遣海军啊和空中巡逻，其实不是警告台湾而已，也是要警告美国人哦，说表明任何你想要从东部来补给或是加强台湾的防卫啊，都可能会受到共军的牵制。好，那现在呢，是否这个只是一开始而已呢？因为包含葛莱仪哦，就警告说，中共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军事啊、经济啊、外交方面的措施哦。他还提到说，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演习当中，还有我们没有想过的行动，比如说检查台湾周边的船只，这是葛莱仪他提出的。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也有提到说呢，大陆可能无预警开展这些对台演习哦。其实这个时间点呢，也是要搭到是7月份即将要召开的中共20届3中全会哦。它主要分析的点呢，是说你看到这一些宣传的图当中哦，在西元后面还加上了英文字母，所以代表说是不是它是一系列的哦，很可能后面还有后续的演习，所以才要做出这样子精美的多种武器海报啊。还有繁体字的说明，也就是说，恐怕不是只有这2天的演习就会结束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一直到7月，其实也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好，那这个呢，在解放军这一回的联合利剑军演哦，这演习的区域示意图啊，可以看得出来哦。我们分别帮大家整理出来呢，这是在当时1996年台海危机，以及2022，还有这一次哦，3种不同颜色。那您看到蓝色的部分呢，其实原本呢是只有在这个地方哦，后来呢到了去2022年，就是前年的时候呢，虽然也是围台，可是至少范围看起来还比较大哦。但是在今年啊，也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军演的范围，你看已经离我们的东部地区是越来越近的，所以慢慢的也已经是越来越逼近了，步步进逼。下次大家很担心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好，那现在呢，在这个比拳头、比肌肉、秀肌肉的时候哦，我们就看到回应中国环台的军演哦，好说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雷根号现身在菲律宾海域了。只是说这时间点很尴尬，因为5月16号呢，他本来准备要退休了，要结束将近9年的印太部署，离开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哦，所以这一次呢，到底是路过呢，还是为了捍卫哦？我们这边打上问号哦。等一下呢，也
也可以来分析。好，那现在呢，台海紧张的局势情况之下呢，美国也宣布了说我要来进行环太平洋的军演，时间点就在26号到6月20号到8月2号，而且包含说日本啊、菲律宾啊29个太平洋的国家都会来参加，人数高达25000人。有分析的人士呢就认为说，军演其实也是要在向中国传递讯息，也就是说，中国想要在西太平洋地区扩张，一定会受到一些阻挠，没那么容易哦。但是呢，这个参加的里头呢，不包含台湾哦，因为分析人士就指出说，如果大动作就直接邀台湾加入的话，那挑衅中国的意味恐怕太浓了，所以呢，也让很多的参演的这个国家呢感到为难。为什么为难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有日本嘛，可是马上睽违4年，中日韩的峰会就要登场了。那在这样的大家都要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状况之下，大陆外交部呢就说，他们的外交部长啊，也要和尹锡悦和岸田来进行会谈哦。那北京当局先前其实就已经曾经警告说，华府过多的动作都会进一步推升和日韩关系的作为，也会升高区域紧张和对峙哦。所以日韩这也是有真心的跟美国是要更友好吗？还是其实他们也是夹在这个蛮两难的状况哦？好，我们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说两岸啊，现在看是这个更加紧张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整个演习的区域也越来越逼近我们。那下一步真的还有可能包含所谓的这个检查船只啊，甚至是经济啊、外交这些措施吗？其实这个不是军演呐，这个叫战争的预演。这个是不一样的。预演，比如说环太平洋那个就是这个军演，就是它并不是在当事人的周边呐。那这个根本就已经就是设定就是台湾跟外岛。所以它就是战争的预演呐，它只是没有发射实弹啊，可是该做的动作它都做了，就是说，比如说它出动越中线的战斗机啦，然后有军舰啦，有海警船啦，也包括外岛啊，还有本岛，就全部都，就到时候它就是这些动作都会有啊。那这个就是，事实上你刚刚讲到那个葛莱伊，讲到那个会不会检查台湾的周边船只啊？这个是 CSIS 在搞兵推的时候，有人提出来的问题了那就是说，如果他以这个是内政问题，所以我们是做必要的，就是说你要上来登陆了之类的那这个确实有人提过，就是在兵推的过程当中说，他如果用这样来实施实际的封锁那台湾怎么办事实上，坦白讲，他这次的作为除了东部跟南部这个距离更近之外事实上就让人家感觉是他让你的那个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然后他也在缩小那个封锁圈那避免到时候真的发生他要实施封锁的时候，过于影响周边国家的活动比如说运输航运，因为台湾是航运路线上的非常密集的地带所以我觉得他已经进入实作阶段，而且他目前也在试探就是2024A 嘛，那如果赖清德未来都没有 BCD 这样子，当然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次啦，可是这个就是今年的第一次那目前是这样啦，就是目前包括王毅啦，还有昨天央视都点名了赖清德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严峻的状态啦，就是已经上纲到用祖先的叛徒、民主的叛徒这种字眼啦。所以我认为你刚刚讲到说会不会军事之外还有外交啦、经济啦，那是必然的那至于我今天看到梁文杰出来开记者会啦，说旅游陆生来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谈这个坦白讲，这个层次太低了啦。这个一旦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赖清德要不要修正的问题。这个事实上，他的那个议题的层次就是1999年的两国论就李登辉那个时候在德国之声讲了，事实上李登辉是讲得非常委婉的，那赖清德这是讲的是旗帜鲜明而且是在就职的演说所以就是空前的一个信念，台独信念的表达那李登辉那一次是怎么结束的？
就是美国介入，然后他就在2天之内改口，不然那次也是剑拔弩张啊。而且你要知道，李登辉只有讲到1991年修宪之后，那两岸已经变成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李登辉就只有讲到这里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看起来我们台湾内部反对党就是在野党的力量也不足以制衡赖清德，要求他改变路线。对，我们在野党好像没那种能量那所以你接下来就变成是，要么是美国外交介入，跟1999年一样，那美国要不要介入？坦白讲，我现在真的看不出来。因为这一次赖清德就职演说之后，隔天当天那个 AIT 就贴出布林肯的祝贺嘛，台湾总统就直接称台湾总统，对，而且他是用国务院的新闻稿，还有署名布林肯的署名，对，就是说他是国务院级别的新闻稿，而且是布林肯本人的新闻稿他直接称你台湾总统，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美国应该是知情的啦，那知情就意味着危机不会立刻结束，就是美国不会立刻介入说，赖清德你修正一下啦，不会，我认为不会发生，那不会就很麻烦了，就是变成中国大陆用军力来逼你修正，就修正的力量只能来自我们的在野党嘛，要不然就来自美国嘛，外交嘛，不然就来自大陆的军事嘛。那现在很麻烦，就是目前看到能够使得赖清德做修正的逻辑只来自中国大陆。好，来接下来这个怎么看？说横须贺的基地到底这个雷根号它是路过呢，还是真的要来捍卫的？因为它要交接，罗斯福号要过来。那位雷根号从2015年到2024年，已经将近9年在日本的横须贺母港在这边执勤，它要告一段落，要回去大修了，要修整。那罗斯福号现在还在路上，现在已经通过南美洲了。他要过来越到太平洋，然后到夏威夷修整之后，再到横须贺来做交接。那雷根号他就顺便通过之后再顺便离开，是这样，就要回去他的在美国的母港去。所以听起来比较像路过。是这样子路过。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从6月26号一直到8月2号是环太平洋军演。那环太平洋军演，我们台湾不要成为会员国，但是最起码能够先成为一个观察员。那观察员之后派一个小型的观摩团过去观摩，应该这个样子。都没邀请我们，那怎么讲？怎么去说要帮助台湾？什么叫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美国有事？那这样的连这个观摩团都不能达成，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讲这个话有点要大打折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有没有观摩团，有没有成为观察员，这个是个指标。有表示说对台湾这方面，台海其实是非常的关心，而且有实质的帮助。如果没有的话，那只是口惠实不惠，只是行诸语言而已。因为我们来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军演，中共军演它有这个联合利剑2024，它有 A， 它有科目3、科目1，就科目 A、科目 B、科目 C。那科目 A 我看得出来很清楚，就是实兵实装，就武器装备啊，实兵跟武器装备，我就想用出来，因为它一下令要军演的时候，立刻就实施了，所以并没有公告这个飞航公告，你要演习要划禁区的禁航区，因为如果那个会对国际航路上会有影响，那这样的话要事先公告，那没有公告，所以导弹不会先射，所以我认为它导弹射击跟火力射击会变成2024 B 科目的时候，大概就要火力演习，先实兵实装是A 阶段 ，B 阶段的火力演习，那到 C 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电子战，它是有配套有动次的，中共规划它是有它的作战节奏。那先过来，先实兵实装，先演练一番。所以最近你看，他今天所过来的这些战轰机，距离台湾好近了，高度很高，3万多英尺非常高，一直不断的广播。今天一直不断的广播，美机也过来，美国的结果美国挺不挺来看，美国有没有派战斗机，有没有派轰炸机？没有，美国派的是我们叫电侦机、电子侦察的飞机来这边做勤收。那就这，美国挺不挺有2个指标。第一个派不派战机过来？如果派战机过来这边做一些这边演练的话，或者配套的这个攻防的话，表示说美国在这方面是很重视的。或者派 B-52轰炸机，因为它比如的话经常进驻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直接就过来了嘛。他也常常过来，上次也到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练习，B-52轰炸机也过来啦。
那这一次有没有过来？没有过来。那换句话说，美国是有关心，但是他们并没有实质上的在这方面的帮助，并没有。那他派这个电子侦察机过来侦察，刚好收这些频谱，是这个样子。那我认为，在这个月初，在俄罗斯普丁红场阅兵之后，就到中国大陆访问，可能这个普丁呢，我看他说很关心台海问题，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那是不是普丁给习近平一个大礼包，就是把在乌克兰战争这些相关的电子频谱到时候收的送给中国大陆？所以这一次乌克兰火力为什么一直不够？因为每次打俄罗斯的时候就偏了，本来是要打俄罗斯的重要阵地或者机场，就打到猪舍，或者是打到养鸭场去了，因为都偏了，都不准。为什么不准呢？被电磁干扰。所以我认为是不是俄罗斯普丁把相关非常珍贵的美军装备的电子参数给了中国大陆？我认为这个要非常的谨慎来分析。确实，这个战线呢，恐怕是确定一定会延长了，赖老师。这次的军演，当然因为没有实弹，好像在台湾的很多的分析都认为说，哎呀不严重啊。其实我觉得这次的演习比平常的演习还更严重啊，因为它并不是演，它是在我们更严格上来讲，应该有点像战备检查一样，就是一个命令下来，你部队马上能够出动。出动的时候，那每一个人的作战目标、作战区都很清楚了，所以不管是飞行员啊，不管是战略轰炸机，他要打哪一些目标，也就是说，他的单位被授予的任务其实都很明确，只是有没有开火而已。所以他的演练的一个方式，事实上是在于作战的一个方式，而且是实际作战的方式。不管是海对海、海对空，或者海对地，或者是空对海、空对空、空对地。那么甚至地对地的或者地对海，我觉得它演练的方式都是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门甚至到每一个连，它的任务都已经有下达，然后他们都在练打。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很明显的顾立雄他们没有了解，也没有掌握清楚，根本不太懂这个对方的军演应该讲是这次的这种演练，它的目的在哪里？那葛兰仪的推论其实是常识，也不是知识，跟专业无关。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 A 就有 B 就有 C，所以一定是会接的。而且呢，在前一天《环球时报》的社论已经说了，你每挑衅一次，我就针对你一次，而且每一次的力道都会更强。你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合理推断，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定会更强大。所以葛兰仪这个已经不是专业了，所以我觉得台湾把它太高估了，因为它本身的专业程度其实并不高他过去是一个传话人而已，这边听听，回去那边讲一讲，那边讲一讲，回来听听，都是采用这个，他的研究水平并不高的，听听就好。我倒是认为说，雷根号基本上来说它的功能也不大。你看每一次解放军军演的时候美国的船舰都躲得远远的，为什么？这次在台海军演，那雷根号怎么跑掉了？他应该就在台海这边走嘛，怎么跑到南海？我们又没有在南海，大陆又没有在南海军演，是在台海军演的。那你雷根号跑到南海去干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说，美国你有点像样了，就是人家军演，你如果真的要秀实力，你就来嘛。对，确实这个军演呢，面对这样的军演呢，我们不能够太过这个掉以轻心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